他是封神里最神秘的神仙，没有任何战绩，却位列封神榜之首。从轩辕皇帝的时代便已成名，元始天尊也要给3分薄面。3界首领8部365倾覆正神百剑，不知你是否听说过他的名号？姜子牙奉元始天尊之命下山讨伐殷商，手中有打神鞭和封神榜2大神器。打神鞭乃是封神之战时阐教圣人元始天尊拥有的玉虚宫之宝，专打8部正神。在封神结束之后，但凡位列封神榜的神仙都要受他的制约，哪怕是大罗金仙法力浩瀚，在此神器面前也要矮上3分。不过打神鞭的威风还是建立在封神榜之上。作为贯穿封神大劫的神器，封神榜受到3大圣人的加持，堪称不朽不毁。在战斗中死去的魂魄都会被其吸引，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那一具魂归封神榜其实并不是神器自发的行为。姜子牙获得封神榜是在黄飞虎弃暗投明，文中派了张桂芳攻打西岐时，这张桂芳有换人落马的本事，打得西岐抱头鼠窜，直到莲花之躯的哪吒出场，仗着非人免疫控制才将其击败。可即便获得了胜利，姜子牙因为刚出道的缘故，还是不太放心，便回到昆仑山询问元始天尊有没有什么指示。结果是喜人的，姜子牙不仅得到了封神榜，还受到指点，只要去那东海之滨，便能找到一个得力帮手。果不其然，当他经过东海之时，海水自动分成2边，从中出现一个赤裸上身的壮汉游魂，此人便是百剑，他乃轩辕皇帝的部下，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总兵，曾经大破蚩尤的部队，最后被火器打入海中，在东海里沉沦千里，灵魂不死不灭，静静等待这一天的到来。皇帝虽然得到之后进入火云洞，但身为人皇的面子还是有的，也不是他有心放任部下千年流离，实在是封神榜未出世之前，魂魄想要再有所作为，简直难上又难。虽然在封神大战当中，3教弟子都以上封神榜为耻辱，但那是建立在他们是圣人弟子的身份上，得了天仙大道可以自在逍遥，自然不愿意去天庭受人管制。可对于寿命有限的凡人来说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。百剑虽然曾经是轩辕皇帝的部下，但也没能得道成仙，现如今正是他的大机缘。元始天尊亲自开口指点姜子牙来到这个地方，可想而知他的运气有多好。被姜子牙从东海救出来以后，百剑便得到了一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，建造封神台。单单有着封神榜还是不够的，就跟3皇五帝在泰山封禅一样，封神的地方也不能随随便便。百剑就是给了这么一个美差，督造封神台。另外，当榜上有名的修士陨落之后，他还会摇动着百灵幡将其接引过来。人死后魂魄飘荡，若是没有依附的地方，迟早会烟消云散，而封神台就是这么一个储存灵魂的地方。百剑又是负责建造，又是负责接引，虽然没有去前方作战，但在功劳部也是有他的位置，并且从受封的神位也能看出来，什么叫轻浮正神，不就是专门想轻浮的吗？既不用上战场，也不需要出什么力气，轻轻松松躺赢，还是第一个被封神的存在。百剑的运气不可谓不好，当然这肯定建立在他作为人皇臣子的身份上。要知道人皇可不是后世的皇帝，地位甚至比玉皇大帝还高出几分，在人间更是绝对的主宰。元始天尊也要礼遇有加，他所遗留下的法宝可不少，陈塘关的乾坤宫震天剑就是人皇所留，能射到万里之遥的骷髅山，足以见到这法宝的强悍。百剑第一位封神还和他的法宝百灵幡有关，众所周知战败者的魂魄都是被这件法宝接引的，姜子牙封神时也是由这件法宝一一召唤出来，如果不先给百剑封神的话，后续的众人也是出不来。百剑的倾覆正神名义上是3界首领，但其实只是一个闲职。封神榜有365路正神，其中12人位列天庭主神之位，百剑是第一位被敕封的正神，在其后乃是黄天化。作为阐教3代门人，黄天化在封神大战中冲锋陷阵，从不落后于人，并且在伐纣第一战中还为西周立下了首功。不过可惜的是，同样在这一战中，黄天化被高技能的吴风所伤，最终阵亡于金鸡岭。在姜子牙封神时，黄天化被封为3山正神丙灵公之职，管理着蓬莱、方丈、瀛洲3大仙山。第3位主神是黄天化的老爹黄飞虎。都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，这2人是真的做到了。黄飞虎原本是商纣的镇国武成王，因纣王无道逼死了他的妻子和妹妹，愤怒之下带领家人弃商而去，投到了西岐阵营，这也是封神大战的导火索之一。在金鸡岭一战中，黄天化死于高技能的吴风之下，为破吴风，黄飞虎便前曹州去请重黑虎，想倚仗他的铁嘴神医破掉高技能的吴风。期间黄飞虎结识了占山为王的文聘、崔英、蒋雄，之后连同重黑虎在内的5人便结为了异姓兄弟。死后被姜子牙封为掌管5岳的5位大帝。黄飞虎作为5岳之首，还代管着幽冥地府。第4位乃是文太师，这位无论是西岐还是殷商，
都极为的敬重。身为一个臣子，文太师配得上鞠躬尽瘁死，而后以8个大字。同时作为截教金陵圣母的徒弟，神通也是非同一般，是少有的开了眉心天眼的人物。只可惜神通不敌天数，最后依旧魂归封神榜，被封为9天雷神，为雷部正神。这位置可是非同小可，雷法刚猛，雷部也是天庭的主要作战部门，能做到这个位子也不算亏。同样的还有吕岳，瘟神之名令人闻风丧胆，最后也是受封温部正神。另外还有罗轩和吕修，分别受封火德星君和水德星君。这12位正神当中，最令人喜欢的则是赵公明，不为别的，因为他是个财神。当然名义上赵公明被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，率领部下迎降纳封，可实际上大家都喜欢称呼为财神，于是赵公明的财神之位就成了正统。白剑的轻浮正神，名义上比这些都要高，但尴尬的是手底下没有一个人可以支持，毕竟他纯粹是划水打酱油的，那些从战场之上厮杀的存在也不愿意当他的手下，虽然没有实权，但都上了封神榜了，貌似这一点也不太重要。即便是12正神又是如何，都要受到玉皇大帝的号令，唯一可以跟玉帝决力的，恐怕就是统领周天星宿以及84000群星的斗母正神金陵圣母了。金陵圣母是通天教主的亲传4弟子之一，在万仙阵一战中，通天教主命其总督万仙阵。在这一过程中，金陵圣母不仅在万仙阵中调度有序，而且还击杀了龙吉公主和红锦。即便对战阐教3大士联手，面对未来的观音菩萨，金陵圣母也是依然不惧，一人之力大战3大高手，甚至还隐隐占据上风。只可惜最后被燃灯用定海珠偷袭致死。金陵圣母打死的龙吉公主也不是别人，正是玉皇大帝的女儿。可想而知，这位女神仙的脾气丝毫不给玉帝面子，可以说是封神榜里最猛的一位了。摆剑这位轻浮正神一直是默默无闻，即便再是第一位封神的存在，想必很多人也没有印象。正如神位的名字，老老实实想轻浮就行了。那么对于这位神仙，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